说到熊本，您最先想到一定是熊本熊，这只身形圆润、表情呆萌、脸颊上有着标志性的两个大圆形红晕的黑熊，曾一度以各种表情包的形式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熊本熊和熊本到底是啥关系呢？难道熊本真的是以熊而闻名的地方吗？本期我们来到熊本熊的老家熊本一探究竟。到达熊本站啊，现在是在熊本站的大厅啊。从下了车开始，我就一直在找这个熊本熊。很多人都是因为熊本熊慕名而来。我对面这家是叫肥厚市场，熊本古时候名字就叫肥厚。我貌似隐约看到一只熊本熊在盯着我啊。嘿嘿，让你发现了。这是一家集美食和购物为一体的商场，不得不说人家日本人还挺会做生意，想方设法给你创造消费的环境和场所，你不花点钱你自己都抓心挠肝。据说在熊本市有一个熊本熊广场，每天下午2点熊本熊会现身和大家互动。今天就准备去现场一探究竟。现在是上午10点了，时间还比较充裕，所以咱们先去一趟熊本城逛逛啊。从熊本站乘坐市电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咱们就从这边出站吧，它专门针对游客有熊本市电的1日券啊，一个人差不多是500日元，可以随便坐，基本上把熊本主要的这些景点啊都能覆盖了。这是熊本站的外边的一个广场。出了熊本站，这一排是各种的面包店和咖啡店，买块面包点吧一下就当早饭了。结果看上了这个熊本熊外形的面包，是不是非常卡哇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很卡哇伊啊，小30块人民币呢。但是咱老话怎么讲来着？来都来了，是吧？所以咱就尝尝这面包啊，尝了之后不是一般的甜，是齁甜，吃一口你得干半瓶的矿泉水。它里边那层夹心啊，吃起来有点像把牛奶做成果酱一样。除了外形比较可爱以外，真心不推荐。在这块搭乘熊本市电，我们这儿对啊，这个市电的电车白绿相间的外壳，这个就是熊本市电了。您猜怎么着？它已经运营了104年了，现在仍然是熊本市内的主要交通工具。这辆只有单节车厢的电车是在1960年由东洋公机制造，得益于多年的精心维护和修理，这款车仍然作为日常的主力路面电车在运行。和这款车同时代制造的电车仍在服役的大概还有20辆。目前最年长的现役车王已经有75岁高龄。熊本市电共有2条运行系统 A 和 B， 总共覆盖了35个站点。熊本市区内的主要景点都可以乘坐市电到达。我是提前在手机上买了熊本市电1日券啊，一个人500日元，1天之内可以无限次乘坐，非常的划算。上车的时候不用刷卡扫码，下车的时候只需给司机看一下手机上这个1日券的2维码即可。站在车厢里，踩着发旧褪色的地板，随着当当的铃声响起，老旧的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车身伴着轻微的晃动缓缓前行，耳边不时传来电车行驶在铁轨上规律的咣当声，让乘客们跟随着这慢悠悠的旋律左右摇摆。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变慢了。熊本城入口啊，到了啊！熊本城和大阪城啊，还有名古屋城并称日本3大名城。熊本城是由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也是筑城大师加藤清正于1601年动工，第17年于1607年完工，占地面积在鼎盛时期曾达到98万平方米。参观熊本城这个票价是800日元一位啊！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叫特别见学路，这是一条长达350米的高架空中步道啊，直达天守阁。为啥我们参观个古城还得爬上高架桥参观呢？是因为2016年熊本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啊！这次地震使得熊本城的城墙及建筑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官方预计整体完全修复要等到2052年，所以熊本市决定采用这种一边修复一边公开的策略，让游客既能看到熊本城的历史遗迹，也能看到熊本城的修缮进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墙上的木质建筑啊，叫树纪屋丸2街御广间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拗口？它过去呢，主要是作为举办能剧、茶会、歌会以及接待宾客的文化社交中心啊。受地震影响，底部的石墙崩塌后啊，呈现出了现在这样一种半悬空的危楼状态。说到熊本城的城墙，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木虾该系啊，就是武者反。字面上呢
呢很好理解，说的就是武士都登不上去的城墙。我们平常看到的古城墙大都是垂直的砖土墙啊，但木下该西呢采用的是一种下坡缓，但越往上爬越近乎垂直特殊设计啊，有点像咱们指数函数这个形状。这种设计会给敌人以为能轻易攻上，而往上爬到一半时会发现前方的墙面突然变成垂直峭壁，最终无处落脚而衰落啊。你有病！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天守阁，天守阁的右侧建筑呢就叫本丸御殿大广间啊，又是一个特别拗口的名字。它是整座城堡里最奢华、最具政治与历史象征意义的宫殿建筑。它是江户时代的熊本藩主的官方会客厅、居住场所与政治中心。同样是受到地震的影响，目前仍然是一个闭馆的状态。从这个门走进去，就可以看到本丸御殿下方的一条极其神秘且独特的地下通道，名为暗黑通路。全日本只有在熊本城才能看到这种将宫殿盖在地下通道正上方的这么一个奇特的结构。它既是进入天守阁的正式入口，也是防御敌军的最后一道地下要塞，堪称日本城堡建筑史上的大胆杰作。可以看到有多根巨大的木梁横跨在两座石垣之间作为地基啊，而上方就是本丸御殿。上到这个平台之后啊，就可以看到天守阁的侧面了啊。从这儿看是非常的壮观啊！天守阁是日本城堡中心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主建筑，兼具瞭望、指挥、军事防守与统治权力象征的多重功能。我们现在看到熊本城的这座天守阁，它实际上是1960年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复原重建而成的，内部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而原本的天守阁是完全采用的木质结构啊，并早在1877年明治时代西南战争前夕被大火烧毁了。左边的大天守仅城墙以上露出的高度就有30米，内部实际有地下1层和地上6层，小天守则有19米，内部实际有地下1层和地上4层。这种外观层数和内部楼层不对号的设计啊，也让工程者难以从外部判断内部空间。2016年的熊本地震中，这座由钢筋混凝土重建而成的天守阁经受住的考验，没有发生整体坍塌，但是天守阁顶端的镇城之宝啊，2尊巨大的金虎以及屋顶上的大量瓦片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墙主体严重坍塌，内部大面积墙体受损。在这儿有必要讲讲这个金虎啊，这个虎是日本人自己造的一个汉字啊，它是日本古代的一个虎头鱼身的神兽啊。我们看到美人鱼并不觉得奇怪啊，但是日本自己造了一个美虎鱼。在传说当中啊，如果发生了火灾的话呢，这个金虎是可以从口中喷出水来灭火的。由于日本古代这个天守阁都是木质的，所以一般呢会把它们放在天守阁的屋顶的顶端啊，用作镇城之宝，祈求免受雷击与火灾。不幸的是啊，最终呢天守阁也是没有免于火灾啊，而这个金虎呢没有发挥它自己的神力。作为整座熊本城的标志性建筑，天守阁历经5年的全力抢修，才能再次以现在的这个样子对世人再度开放。现在参观入口就是小天守阁的地下层啊，这层主要承担的是生活与后勤保障功能。这口水井呢，就是整个天守阁的生命线，它是与外部水源完全切断的。这么做主要是防止呢被敌人投毒啊。1层主要是介绍我们熊本城的缔造者初代藩主加藤清正同志的光辉事迹。加藤清正其人呢，属于是领导看了想提拔，同事看了想下班的卷王。小时候父亲早逝，10几岁跟着丰臣秀吉在江湖上混，别人当小姓主要负责端茶递水，他一边伺候老板，一边还能打仗、管粮、算账、搞后勤，属实是一个万金油。建越之战之后呢，他靠着勇猛的表现，成了建越7本枪之一，迅速从基层员工升级成丰臣集团的重点培养干部。后来丰臣秀吉把肥厚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熊本一带交给他管理。加藤清正到了熊本以后，迅速化身为熊本地区最大的包工头、城市规划师、水利工程总监。别人修城主要考虑怎么威严、怎么气派，加藤清正修城满脑子想的都是敌人来了怎么办，围城1年怎么办，水断了怎么办，饭吃完了怎么办。他天天研究的是河流怎么改道，堤坝怎么修，水田怎么开，道路怎么铺，恨不得亲自戴上安全帽去工地验收，最终修出这座战国时代的末日生存堡垒。为啥加藤清正在盖楼上这么有天赋呢？有一个说法是他爹做过刀匠，他妈是铁匠
家出身，原来这一家的天生就自带土木基因啊。加藤清正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祖业了，只可惜呢，加藤清正在熊本苦心做大的家业只传承到儿子加藤中广这一代，便被德川幕府除名，细川忠利随后进入熊本，历时44年的加藤时代到此结束。二层呢，主要就是介绍细川时代的熊本城，细川家族统治了熊本将近240年，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啊，跟咱大清基本上是同步的。期间经历了12代藩主，直到1871年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彻底废除了旧有的封建大名制度，细川家族在熊本的世袭统治啊，才正式画上句号。在细川家族200多年的经营下，熊本城主体在得到持续维护和完善的同时，城外的生活与行政空间也明显扩张，武士住宅越来越多，商业街、寺院、道路、行政机构、供水设施逐步完善。熊本城从一座军事堡垒慢慢升级为一座繁荣的都市。由于细川家族居住地搬到了城外，天守呢在日常就被用作保存盔甲、兵器等重要物品的场所。这具盔甲是熊本的第10代藩主细川齐护用过的啊，脑袋上还有一撮鸡毛掸子。这一面墙上呢展示的也是细川时代的各种盔甲，各位可以欣赏一下。3层呢就进入了明治时代的熊本城。刚才我们说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之后，熊本城便立刻被政府军接管，它成为了九州最重要的陆军基地啊。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萨摩藩氏族武装集团，由于不满明治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啊，率兵起义，西南战争由此爆发。这场战争也被誉为日本的最后一次内战，熊本城成为了其中的重要战场。死守在城内的3500名政府军，利用熊本城坚固的防御工事，最终成功阻挡住了西乡率领的13000人的萨摩军的围攻。但离奇的一件事是，在双方开战前，城内就突然发生了火灾啊，导致天守阁及大部分建筑被烧毁。究其原因呢，至今在考古学界仍然是个谜。1889年，熊本又爆发了地震，熊本城内的多处城墙又出现坍塌，整体样貌已经大不如鼎盛时期。直到2战后的1960年，熊本城在市民捐款支持下才得以重建天守阁，其他遭到天灾和战火波及的地方才逐渐启动修复工作，最终成为了熊本的城市象征和公共历史博物馆。最后，我们在天守阁的顶楼俯瞰一下熊本市的全景吧。出了熊本城，咱们来到位于熊本城南侧山脚下的城彩院，这里是熊本城的游客中心，集历史展示、旅游咨询、餐饮购物为一体。嘿，您别说，还挺巧，正好赶上了一场武士表演啊！各位跟我一同欣赏一下。从400年前复活的武士和公子，我们现在开始表演，大家请拍手，好，大家开心哦！谢谢。肥前国大村藩初代藩主大村義明にござりまする。改めまして、熊本城初代城主加藤清正の娘八十にございまする。拍手。して細川家太郎沢村大学之助義重にござりまする。熱き思いをこの胸に我ら熊本城をもてなし武将隊。
に物見せてくれようぞ。现在是前往熊本熊广场的路上啊，刚从熊本城出来，这雨就哗哗的下起来了。我原本以为啊，这个雨的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啊，但是这边看起来会下好长一阵子。既然呢来都来了，现在离这个熊本城广场啊也就200米的距离了，还是呢咬咬牙走过去啊。据说呢今天有熊本熊的表演，我也不清楚他这个表演是个什么表演。熊本熊学名苦妈蒙，他是熊本县的营业部长兼幸福部长，也是日本或者全世界公务员群体里少数真正实现了在体制内上班、在娱乐圈出道、在商业界称王的传奇人物。他诞生于2010年，那会儿九州新干线刚刚开通，熊本县政府本来想把他当做吉祥物去招揽游客的，结果不到3年，他就凭借这副呆萌形象火遍全日本。他的各种表情包也一度在我们国内的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I'm fine. You. 你干嘛？哎呦！熊本熊很快从一只做地方旅游宣传的吉祥物，进化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不同于一般商业 IP 的思路是先收授权费，谁想用这个角色先把钱交上来。熊本熊的玩法则是采取了相对开放的形象授权策略，降低了使用门槛，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把它印到商品上，通过庞大的商品覆盖率，把熊本熊变成了随处可见的公共流量入口，企业获得销量和关注，熊本的农产品、食品和旅游资源获得曝光，熊本县则获得了城市品牌影响力。据熊本县政府官方统计，2025年使用熊本熊形象的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约1503亿日元，而花在熊本熊身上的运营和推广预算仅为4.4亿日元啊！这波简直是赢麻了。我们拉长时间线来看啊，自从2011年开始有统计以来，使用熊本熊形象的相关商品销售额累计已经达到约1.77万亿日元了。原本只是想花钱让熊本熊当个宣传干部，没想到还顺手让他盘活了整个地方经济，整个熊本几乎成了熊本熊建立的王国啊！车站有它，商场有它，电车上有它，酒店里也有它，你能想到的各种犄角旮旯都有它的身影。大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熊本熊这么能干又吸金的公务员了啊！熊本熊的成功堪称是日本地方政府史上最划算的一次形象投资。哎，终于赶上了，在这儿排队，现在可以慢慢往里走了啊。现场有一个穿着熊本熊的皮套人跟大家互动，舞台的周围售卖都是和熊本熊相关的各种纪念品。这个是熊本熊红红的脸颊，谁想试一下呢？今天的活动主题啊也很简单，就是画熊本熊。
离开熊本熊广场时间还早，才下午3点左右啊，所以决定吃晚饭之前去一趟水前寺城趣园。到门口啊，先去买个票。雨还是下个不停啊，九州最近的这个雨季是真的很烦人，一天到晚都在下雨。水前寺城趣园是谁家开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刚才在熊本城的时候讲到的细川家族啊。这里原本是细川家的御茶屋和别邸庭园，经过3代藩主经营，直到1671年前后啊，庭园主体才算基本建成。值得一提的是，城趣园这个名字是取自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一句话啊，叫“园日设以城趣”，大意是每天在园中走一走，自然能够体会其中的趣味。城趣园属于池泉回游式庭园啊，简单理解就是先造一片水面，再围绕这个水面铺设步道，把山丘啊、石桥啊、松树啊、岛屿啊、茶室啊、神社啊安排在不同的方向，游客沿着这池子走一圈，每移动几十米，前景、中景和远景的组合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一片池水还不是人工蓄水的人工湖，而是来自阿苏火山地区形成的地下水系统，因此它能够持续的进行自然补给。把镜头拉近一些啊，可以清晰看到水面附近的这个锦鲤啊，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叫出水神社，它建于1878年啊，西南战争之后，熊本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旧熊本藩的这些武士们呢，希望通过祭祀历代的细川藩主以安定民心，故在城趣园内建立了神社。如今这里供奉的就是细川家族的历代藩主。咱们继续沿着小路前进，这个绿色小山包大概就是整个园子里的制高点，很多游客将它比作迷你版的富士山。小山包下面是零零散散、错落有致的种着一些松树啊，修剪的还是非常漂亮的。这边是一个稻荷神社啊，这地方在日本到处都是，主要里边供奉的都是稻荷神啊，以祈求五谷丰登和生意兴隆。在城趣园内偏北的地方可以看见2尊雕像，左边是细川忠利，右边这个是细川藤孝，他是细川忠利的爷爷，也可以说是整个细川家族的开山鼻祖了。虽然这个雨下那么大，但是后边还是有2位游客啊，毕竟花了25块钱门票进来啊，不进来仔细看看就可惜了啊。沿着这条小径走着走着，豁然开朗起来了啊！对岸的这座茅草屋被称作为古今传授之间啊。古今传授是一种和歌的传统教学方式，仅通过这个口头来传授古今集中的诗歌的深奥内涵啊。所以这个茅草屋也是整个园中最有文化含量的一处建筑。最后一站啊，现在到了东丁街啊，这边是熊本市中心非常大的一个商店街，吃的喝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听说来熊本啊，必须得尝一尝这儿的马肉料理啊。这儿马肉是熊本特色，马肉刺身啊，什么马肉火锅啊。你要说驴肉吃过是吧？都说这个驴肉火烧好吃，但是马肉真的没吃过。马肉呢，之前听吃过人说呀，口感就跟那个牛肉似的，一丝儿一丝儿的这种纤维，嚼劲儿特别足啊。今天咱们就在这个熊本市中心的这个通町街找一家马肉馆尝尝啊，他们这个马肉到底做的怎么样？熊本的马肉文化据说也是从加藤清正开始的。加藤清正在入主熊本之前，丰臣秀吉曾发动了2次的侵略朝鲜半岛啊。当时加藤率军呢进攻朝鲜半岛的时候，部队一度陷入了粮荒，只能宰杀军马充饥。加藤吃了之后，感觉这马肉嘿味真足。后来他来到熊本以后啊，便把吃马肉的习惯推广到当地。但是呢，马肉大规模在熊本普及，其实是在日本战败之后啊，也就是2战之后。由于呢阿苏地区呢有大片广阔的草原啊，所以这里曾经呢一度成为给日军培养军马的重要产区。日军战败之后呢，原有的军马体系迅速被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呢，社会处于严重的粮食短缺状态，牛肉和猪肉啊，当时你都吃不到，供应不足。本着马肉也是肉的宗旨嘛，马肉在这一时期就成为普通人餐桌上的蛋白质来源。直到日本从战后逐渐恢复过来后，马肉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名菜。这马肉等了半天，终于上来了，尝一尝这个马肉刺身什么味儿啊？这个生的马肉非常的嫩啊，直接入口就像化了感觉一样啊。这个口感呢，马肉没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啊，所以吃起来就感觉跟那个鱼片差不多。蘸酱油和不蘸酱油吃呢，我觉得都差不多。这个马肉刺身拼盘是一个精品的拼盘啊，应该是5种肉对应5种不同的部位啊，但是具体哪个是哪个我不太清楚。我刚才吃那个肉比较嫩啊，这片这个显得比较老的肉，尝尝这个部位的肉什么味儿。这个肉呢，明显比刚才那个部位有嚼劲啊，稍微偏酸一点啊。这个比刚才那个显得更老一点啊。哎，这个口感就比较接近于咱们吃那个酱牛肉那个口感啊，酱牛肉没酱熟的那个口感啊。咱们再尝尝这个右下角这个肉啊，这个肉比较鲜，比较红啊，纹路纹理比较多啊，嚼劲儿非常十足。最后呢，咱再尝尝这个白花花的这个肉啊，有点像马的脂肪啊。你看我嚼了多少下啊？这个口感是最弹牙的，相比那个前面几款肉来说，尝一个原味的。嚼在嘴里是化成油脂的感觉啊，越嚼越香啊！太腻了，必须得就一口酒喝。太爽了！下一站呢，我们将前往九州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长崎。2战时期，美国向日本投了2颗原子弹，其中一个就是长崎。我也会去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啊，看一看那个现场到底是什么样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还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